秦 Plus EV 空调制冷故障，这个它不一定每次都是热的，它有时候会冷，有时候会热。100公里加速超过13秒，实测续航328.3公里。比亚迪秦 Plus EV 高温可靠性怎么样？本期为您揭晓。比亚迪秦 Plus EV 是主打家用市场的车型，动力不强，勉强够用，标称续航500公里。本期节目我们综合考虑价格和级别，给秦 Plus EV 选取了3个同样适合家用的对手，分别是广汽 INS、小鹏 P5 和大众 ID.3。首先来看它的性能表现。高温性能可靠性，我们将从2方面验证：极速测试和连续加速测试。先看秦 Plus EV 的极限速度能到多少？连续2次全力加速，实测最高可以跑到132.94公里每小时，和官方极速130公里每小时差异不大，但这个成绩在本次下测中只能排在靠后位置。对比同级车 INS Plus， 秦 Plus EV 的后段加速能力明显不足，从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到130公里每小时用时11秒，极速不高，主要还是因为动力不足。新能源车型性能会不会衰减？高温连续加速测试是对电机持续输出的极限考验。间隔1分钟，连续进行10次全力加速。实测秦 Plus EV 100公里加速最短用时13.20秒，相比同级对手差很多。但面对高温环境，电机高负荷连续输出没有出现明显热衰减。电池电机在高温状态下的可靠性表现，通过在高温状态下的高速续航和快速充电2方面来验证。在这条限速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路段进行持续的高温高速续航测试。现在启动车辆，空调调整到是速度自动，最经济的驾驶模式，动能回收最强。现在马上出发。秦 Plus EV 采用的是5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，在 NEDC 工况下，官方续航里程为500公里。经过实测，秦 Plus EV 在高温高速工况下的真实续航里程为328.3公里，达成率为65.7%。与相近价位车型对比来看，秦 Plus EV 在高温高速工况下的能耗低，但续航里程处于中等水平。当续航测试进行到表显电量归零，车辆的动力系统受限，灯光、助力系统等尚可工作。在高负荷下的持续工作，秦 Plus EV 未发生故障。本次高温充电测试采用的是120千瓦的快充桩，并且记录充电的全套数据和异常情况。秦 Plus EV 从0充到99%，共用时1小时22分钟，最高充电功率为78.7千瓦，充入68.1千瓦时的电量，比厂家公布的电池容量高11.1千瓦时，几乎占到官方公布的电池容量的20%。这种情况可能是电池的保留电量较少，或者是充电过程中的能耗较高。座舱的可靠性和安全性，我们将通过高温暴晒测试、紫外线隔绝率测试、暴晒后甲醛释放量测试、高温空调测试这几项进行验证。在这片暴晒场，这些车将在40度以上的高温下炙烤2小时以上。秦 Plus EV 在暴晒后，车内温度达到了52度左右，而在与人体皮肤直接接触的区域里，平均温度达到了73度以上。风挡下方是温度最高的区域，温度直逼90度。这么高的温度，平时就不要在这个区域放东西了。造成车内温度急剧升高的原因，正是正午阳光的直射，而阳光中包含的红外线会导致车内温度升高，紫外线会对人体皮肤造成伤害。我们对秦 Plus EV 全车5处玻璃的隔绝能力进行了详细实测。从我们下测所有车型的数据来看，秦 Plus EV 对红外线和紫外线的隔绝能力要比秦 Plus DM-i 还差，主要是因为车门和后风挡玻璃的隔绝能力太低。2项隔绝率测试均排在了测试车型的倒数第5。极端暴晒后，我们对空调的实测主要验证2方面问题，分别是空调的极限制冷能力和空调能否快速降低车内温度。在暴晒后，我们将秦 Plus EV 的空调温度调至最强的制冷模式。
强力制冷半小时的过程中，空调吹了一段时间的热风，导致温度忽高忽低。秦 PLUS EV 最终的极限降温成绩接近40度。速冷能力上，秦 PLUS EV 在前10分钟能让车内温度降低12度，本来还是有潜力的。秦 PLUS EV 空调的极限制冷能力和快速降温能力与此次下测的同级车相比，均处于垫底水平。另外要想提前降低车内温度，可通过比亚迪汽车手机 APP 远程开启秦 PLUS EV 的空调。当然，在我们整个测试过程中，秦 PLUS EV 空调不制冷的情况还有发生。知道这特像什么吗？吹风机惹风烫手，你敢信吗？这个它不一定每次都是热的，它有时候会冷，有时候会热，它就是没有规律。那你就间歇性开车是吗？间歇性烫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温度太热了，空调出现了问题。等一会儿这个气温降下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关注懂车帝实测，解锁更多车型的下测表现。暴晒后车内无异味，就代表车内空气质量合格了吗？我们又利用了专业仪器对暴晒2小时后车内的空气进行取样分析，结果显示，暴晒过程中车内甲醛释放量达到了 0.304毫克每立方米，释放量较高，与同样准新的秦 PLUS DM-i 驱逐舰05释放量基本一致。它们的甲醛检测数值相比于比亚迪汉 EV、唐 DM 等高端车型来说，还有一定差距。保险起见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，车辆在经历暴晒后，还是建议您先通风再上车。